为了给灵儿安胎，依照圣姑的指示来到灵山神木林寻找凤凰蛋壳跟麒麟角。路上遇到猴子就给香蕉，遇到鸟就跟着它飞。经过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凤凰的巢穴，可是就要在偷蛋的时候被凤凰发现了。为了拿到凤凰蛋壳，只好跟着阿奴去树洞偷东西。阿奴说他昨天就有来过，只是因为打不赢这边的妖怪木道人。不过今天木道人出去了，树洞只剩下小妖，再加上我们的帮助，这次一定能够成功。来到树洞宝物库，才知道阿奴是要找水灵珠。关于五灵珠，阿奴解释说，相传是太古时期南族跟苗族斗争，蛮族的法师做法请神明帮忙，天帝派了水火雷风跟魔女汉拔下凡，战争结束却不肯回归天上，造成灾害。有一位人形蛇身的巫女诛杀弑神，封印汉拔，才使大地恢复生机。这位巫女就是女娲娘娘。女娲将5位作乱的神魔炼化成五灵珠，传给后世用以守护苗族千万子民。但是传到巫后时，五灵珠遗落各地，被妖怪占有。而阿奴追查到水灵珠在木道人这里。因为苗疆大旱，黑白苗族为了抢夺水源，已经打了9年的仗。以前也有过一次大旱灾，当时巫后娘娘用水灵珠施法祭天，解除干旱。所以阿奴相信，只要找到水灵珠，就能解决一切干旱的问题，让黑白苗族不用再斗争。因为木道人不在，所以我们这边把他的宝物全部偷走，就可以离开了。出树洞往旁边走，有一片桃花树林，树林中弥漫着浓雾，无法前进。用风灵珠吹下去，就可以直接往里面前进了。进入桃源村之后，想要找人询问，才发现里面的村民看到我们都立刻逃走或是躲起来。终于在遇到一个叫阿桃的村姑愿意跟我们说话，才知道村民躲避外人是因为村长的女儿阿桃恋爱脑害的。桃源村本来与世隔绝，自从有一个叫宋鹤文的男子来过，一切就变了。1个月前，阿桃救了一个误闯桃花林的郎中，还医好了他，让他在桃源乡住了几天。但因为桃源乡的存在是个秘密，出去桃源乡的人要喝下仙水，把这里的经历都忘记。没想到恋爱脑阿桃怕宋鹤文出去就忘记他，所以把仙水换掉。所以宋鹤文并没有喝下仙水，保留了在桃源村的记忆。宋鹤文知道桃源村有宝物，就联手妖道来抢宝物，还抓走了村长。我们自告奋勇说要去救村长，没想到抓走村长的道士就是刚刚树洞的主人木道人。阿奴说木道人是树精变成的，最喜欢四处收集宝物，得不到还会用抢的。阿桃说村长带着木道人往前方的地方去了。为了救村长，我们顺着桃花林西侧前进。在桃花林深处看到传说中的渣男宋鹤文，正要动手揍他，宋鹤文却说自己是被木道人骗了，所做的一切也不是为了宝物受葫芦，而是为了阿桃。原来当初他在桃花林迷路，阿桃救了他之后，还把仙水换掉。宋鹤文知道阿桃也忘不了他，现在是想要跟阿桃一起私奔。出去之后回到桃花村，想带阿桃一起走，但是怕被村民发现。在桃花林外面遇到木道人，说可以帮助他，所以就带着他们通过桃花林。没想到木道人是坏人，还抓走村长，逼问宝物受葫芦的下落。到达树林的最里面，木道人正在逼问村长受葫芦的下落，而村长也很老奸巨猾，带他一直绕圈圈。
击败木道人之后，才发现原来他身上带的是金刚珠，而不是水灵珠，让阿努有点失望。此时阿桃也追了过来感谢我们，宋慧文同时到了。村长问宋慧文知道他们的身份，如果还想要一起生活，需要付出一些代价，还拿出一颗桃子让他吃下去。宋慧文吃掉桃子之后，就正式成为桃源村的一份子了。所有事情终于圆满结束。回到村里，村长要我们从井里拿出寿葫芦。寿葫芦是村长年轻的时候得到的稀世珍宝，但是对桃源村的人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还惹出了这场风波，所以将宝物送给了我们。村长觉得对于行走江湖的人来说，寿葫芦可能会有所帮助。然后所有村民就变成了桃花，原来整村都是桃花精，而宋慧文为了阿桃吃掉桃子也成为桃花精，可以永远的跟阿桃在一起了。这应该是仙剑一中唯一幸福的故事了。至于凤凰蛋壳要等凤凰生小孩，所以我们可以先去取火麒麟角。那肉肉打鸡，我们下周见。